首先我們這次去日本啊，第一個行程其實是搭飛機到東京，先去了長野縣的白馬村，走唐松岳、不歸銜，然後到白馬三山。但因為天候不佳的關係，所以我們第3天上白馬岳的時候，我們選擇撤退，所以比預計提前2天到了河口湖，就索性來了一趟富士山的五湖探索之旅。所以接下來先上的這支影片，介紹的是我們在日本的第6天，也就是正式爬富士山的前1天，我們住在富士吉田市的準備日。那從這1天開始，我們直到下山的那一刻，總共3天2夜的記錄。由於爬富士山的季節每年都只有到9月底，所以我們選擇先上這支影片，為了就是讓準備爬的朋友可以做一些參考。那另外爬過的人可以回味一下。接下來呢，我們還有2支影片哦，這2支影片就是唐松岳跟不歸銜，還有日本第2高海拔的溫泉，既刺激又療癒的爬山影片。那第3支就是在富士山周圍，也就是富士五湖的探索景點，還有那些我們追富士山日出的旅遊美食的 Vlog。因為爬富士山的過程當中啊，我們看到超多世界各國的人來爬，那每一個人爬的狀態都不太一樣。如果各位想要自己來走自己的步調，那如果你们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来爬，你要怎麼規劃？那這個交通方式有哪些？那你要怎麼樣訂車票？那網絡訂山屋有什麼技巧跟要注意的事項？大概具備什麼樣的體力跟爬山的訓練，你才能夠爬這個富士山？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們會推出一集三民嗨森，跟大家聊一聊啊爬富士山的攻略跟教學，也會聊一些我們爬完的一些體驗，跟那些沒有出現在影片的內心話。当然你還有記憶卡對不對？對，因為這個剩40分鐘。哦。明天31號是我們要爬富士山的大日子，然後呢，現在是先來到富士吉田這邊有一個很著名的景點，叫做新倉山淺間神社。淺間神社大家應該有看過一些照片，就是枫紅啊，然後拍過去有一個類似廟宇的地方，上去這樣子，就是這邊。哦，很神聖的感覺。現在在通過一個很厲害的大鳥居，然後後面呢是往回拍了。接下來的步道，明天我們就是會從山腳下開始走那個北口淺間神社，一路往上走，走到八合目。這次來日本最硬的行程，要爬升2350公尺。這裡就是一個很美的楓樹的階梯步道，走在這邊超漂亮的。那你覺得這個樓梯會不會很難走？不會啊。那你現在覺得你用了幾分力？1分吧。你打幾分？沒有，就象山比較難走。對，象山的樓梯比較難走。象山的階梯都滑死了呢。對，很多人都喜歡在楓葉季或者是櫻花季來這邊拍照，他們會在這個塔後面，上面那邊拍。大家看一下，長這樣子哦。今天是藍天白雲，大起來好漂亮。背後就是富士山，我們帶上去給大家看。應該是要拍富士山最熱門的景點吧？看這樣子俯瞰整個富士吉田，然後富士山延伸的島，那個草原不是很厲害，棍立山腳架，漂亮。找冰店哦，但我只覺得下面的冰就可以了。下面冰就可以了，對，它很貴。冰淇淋 ice cream， 為什麼它叫 ice cream？ 因為為什麼它不能夠直接名產日啊 ice cream。根本場已經先拿到了。你看你這過來一點，你後面就是富士山呢，在富士山前面吃冰呢，這是一種。哎，は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现在头上的这個帽子呢是張本常的，然後呢我還背了一個相機，這也是張本常在背的，因為他剛剛經過我們的帶回他住的民宿，他先下車了，這樣我們就不用2個人都一樣坐這個車跑一趟，他可以這邊顧行李，我也不用再拉行李。但是他下車的時候忘了自己帶這些東西，害我現在變得很 Pro 等級了。對，我現在是 Pro 級的爛爛。我們要去那個河口湖站，河口湖站不大，可是人超多的，然後班次也超多的，不愧是富士山的指標地之一啊！好啦，要來搭富士回遊啦。所以它這個是都是有指定席嗎？对，它都指定席的。又到富士山站啦，然後我一來就看到这個就是我們就講的靈峰，日本的3大靈山就是最大的就是富士山，然後呢，它的入口就是這個北口本宮富士淺間神社，就是富士山吉田口登山道起點。就這個，從這個步行過去的20分鐘，坐公車6分鐘，我們就要走以前傳統的苦行僧路線啦。準備要去登本常會合了。富士山 Aki， 貓的 Aki， 說起來真的很好玩。我們剛剛就是在前面這邊放張本常下來，所以剛剛那個。Mason 說：“又看到金鳥居了。”我就想說：“那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因為我們住的地方旁邊就是金鳥居。”好，我們就住那家叫做哈娜的 hostel， 蠻便宜的。我們是住4人房，所以這就我們2個入住了。因為他當時這個價位跟其他的2人房的價位一樣，你要個很簡單的環境，然後可以住。然後又不想要住在那種類似青年旅社那種大家會擠來擠去的那種環境啊，它這邊就是會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和室房榻榻米讓你住，所以也不要苛求太多，因為它就是把它的不方便也反映在它的價位上，但是實際上還是真的很便宜。所以你看車站出來走路大概1分鐘就到了。好，我進去了。1樓有廁所。還有洗澡間，然後有個溫馨的地方，這個是免費使用的，可以有香蕉、餅乾、優格，還有一些可以自己買回來煮的東西，還有這個沖泡瓶，這都是可以泡的，免費的茶，綠茶、紅茶，然後要煮筷子、咖啡、糖。微波爐、烤箱，這個是很古老的建築物，竟然是個富士山的那個。這個這裡有賣東西 ，postal card， 這個可以拿的。對，張本常在這裡。好。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龍貓。Will you go out? Yes. Excuse me, I won't take you a photo because memorize of your trip. Oh, okay. Okay. Sure. Can I? Sure. 太陽是從後面，我們現在是從東。很熱欸。很熱。這就是富士山的起點。以前富士山的人要爬山，就是從這邊開始，叫金鳥居。跟今天我們去的那個新倉山神社是有得比。身後的這個大的金鳥居，這就是以前的人啊，爬富士山的時候，就要先在這個金鳥居這邊膜拜，對這個鳥居膜拜，膜拜完再開始走這條路，直直的走。就會到那個富士山的山腳下，那這個山腳下會有一個
神社。嚴格來講，它是有3個神社，最大最知名的叫做北口本宮富士浅間神社，它有多本宮2個字。什麼叫本宮呢？就是正宮啦。一般來說，從車站走到那邊大概20分鐘。那我們剛剛就是邊走邊拍照，我们看一下我們会走多久。明天大概可以抓個時間。我們就是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待會去一個景點，然後再把明天的補給品都買好。我們大概就是背衣物，還有一些覺得萬一吃不飽的行動糧，一些電器用品、衣服，對，就上去。最重要是帶口啦，那邊會需要很多現金。現金的話，因為在那邊上廁所也要錢，燒印也是需要錢，然後買東西啊，他們很多站都可以，很多東西可以吃，都需要錢。好，所以零錢要帶夠。OK， 我們明天就是要這樣子走到上面那個接近那個雲那個地方，會覺得很不可思議。不知道會不會是我們單日最高爬升的？應該是2000多嗎？我好像查是2300，很多那你知道《七龍珠傳奇》嗎？我知道，《七龍珠》不是傳奇，是漫畫。不是，真的有七龍珠。真的假的？有7顆龍珠，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到那邊我跟你说，我們即將要到那個正式的神社的入口。我必須講，就是說，很多人都會來富士山玩，可是他們卻不知道要來這裡。這裡已經被聯合國列入就是世界文化遺跡保存的。我們快到了，就是這個富士山富士淺間神社，很震撼哦，這是千年古剎的感覺。好，我跟大家說，這就是全日本境內最大的石鳥居，就是這個石鳥居就在這裡。這邊有寫富士淺間神社。傳說中其實是真的有7個龍珠，是散布在就是富士山周圍的7間神社。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不是有去那個新唐山神社嗎？那裡面就有賣珠珠，你有發現？那就是他們的龍珠。那每一個神社都有他自己的龍珠，所以說當你收集完這7顆龍珠的時候，是可以去許一個願望，就是可以古代人是說可以願望成真，現代人是可以拿去蓋章領獎。那聽說這邊好像就已經有3個，就是那個收集龍珠的地方。這就叫做北口本宮富士淺間神社，大家會掛一些祈福的。這邊還有一個參拜路線，那還有東宮跟西宮。東宮的話跟西宮的話，一個是在戰國時期蓋的，一個是在江戶時期蓋的，所以兩座的風格會不太一樣。我覺得不用那個。這裡也有參拜的順路。看它這邊就有寫富士北口登山本道，所以說從富士山的吉田路線，北口就是這個地方，登山的就從這個地方。好，北口本宮發祥大冢秋色，然後這邊過來登山道，在左邊的一個神社。然後這上面有寫，這是紀元2600年紀念。可以開車上去，為什麼？有啊，就是它就是這樣子啊。我們爬山的地方是，我們爬山走的不是山路，
然後它旁邊有一條是公車可以接送的，就是看你要選擇坐公車還是要走登山路。走在這裡啊，就是讓我有一種感覺，日本的古文化的氣勢恢宏的概念。氣勢恢宏不只是建立在這些參天大樹、巨樹，還有很多文化遺址保存的一些精神。看他們保持這些樹，保持這些神社，然後這邊感覺就好像就像是最古老的地方，就是那些地方好像都是從富士山這邊發源出去的。這個應該是西宮，西宮的話是那個另外一個年代建的。他們聽說6月30號這邊啊，就是每年就是開山，不是富士山都是7月1號開始登山嘛，那6月30號就會這邊辦祭典，會開山，然後開山的時候就超熱鬧的，就會有這個吉田之火祭。有看到，我要準備離開，然後就會走在這個，就是很享受。它給我一種就是，如果你爬山要從這邊開始爬的話，它會有一種滿滿的儀式感，對不对？对啊。现在来到了Ogino的超市，好，进去採買啦。中文常在細數他到底買了多少早餐店，這已經4個麵包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他還要再繼續買。嘿，你這太誇張了吧？你到底這是哪一些餐點要吃的？還是一餐要吃2本？一餐要吃2本啊，要吃2個。爬山前都會去 Seven 採買一大堆有的沒的，然後我都是懷疑說平常會吃到這麼多東西嗎？結果我們剛剛到超市裡面又買了一大堆啦，光麵包就不知道有幾個。好啦，沒關係，反正來富士山，全世界最有名的山就是來享受。現在這個樣子好漂亮哦，就是夕陽哎，拍一下。富士山的車體，金色富士山。哈娜的早餐，然後爬富士山第一餐，我想要的不夠，我再吃這個。然後這哈娜有附這個熱紅茶，等我們就要準備出發5點。我們是4點起床，沒有賴床到4點10分。起床是你賴床？沒有，我4點有醒的。沒有，你沒有醒來，一直賴床，而且你鬧鐘調了3次。我調了好多個鬧鐘，不止3個。現在是快5點整了。早上這邊就有香蕉、餅乾，然後還有一應俱全的，還有蛋哎，水煮蛋哦，然後還有泡麵，免費的泡麵，然後冰箱這邊有那個優格，有3種哦，有加倍的，然後還有就是有糖無糖的。啊，剛好5點整哎，我們要出發了。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同學們。啊，等一下再喊，可以看一下到分場。大家如果沒有追求那種很奢華的那個房間啊設備的話，這邊真的是一流推薦的地方，對不對？對，推薦。他有幫我們寄東西，就是他會幫我們把行李移到那個一個小房間裡面，對，然後我們其實就回來的時候直接找他拿。那今天日出是4點52分吧，對，所以大概日出1點點。他們今天的日出沒有我們昨天 OK 耶，因為昨天
昨天日出是雲很少，然後今天比较多，今天看起來没有玉来光哦。没有。天哪，我们终于像个日本人爬山了。为什么？因為你會聽到一直有叮叮的聲音，那就是張粉廠的這個御守淺間神社，他那邊有賣那個12生肖的御守，他買小狗狗的，狗狗好可愛哦。然後它上面就有個鈴鐺，鈴鐺就會一直發出那個像是你知道嗎？那個熊鈴的聲音。剛剛做這個動作就是苦行僧他們要去爬富士山，從金鳥居開始走。那邊有寫，金鳥居哦，他們在這個地方開始走，然後走的時候就要做這個就是參拜的儀式。好，對，富士山就是他們在這個國土上最高的象徵，所以走這個富士山的這段路呢，他們帶了虔誠的心去膜拜，然後希望他們在身上可以把自己的心靈淨化。對，就是一種修行。看一下，這就是登富士山的標準裝備，一個單弓包，不算啦，超大型的單弓包，58公升的 Bonfas， 然後這個是小狐狸的褲子，所羅門的鞋子，然後那個帽子是萬年不變的，這個就是防水的吧？可是我們其實裡面還有做2層防水，因為它打開之後會先有香菇袋。那香菇袋裡面呢，我們每樣東西又用那個 C2 沙米的防水袋裝着。這樣做的用意是為了分類，因為其實Bonfas它的設計其實已經是可以抵擋99%以上的水，除非香菇袋破掉。對，其實沒有一定要再加那個防水袋。然後經過了到那邊中間會有一個很大的全家。在這邊可以買最後的物資。對，因為這條路上大概最後一個便利商店就這個。如果你不像我們是那麼早出發的，因為我們5點就出發，沒有公車。這條是有公車的，你可以從河口湖搭公車直接搭到我們要去的那個北狗淺間神社的門口。對，你就不用走這段20分鐘的路。淺間神社參拜的神叫做木花開耶姬，它是象徵着日本的古代神話中代表富士山的神。好，我們要來到富士山以前很舊的那個登山的鳥居。我們是富士回遊號，富士回遊啊，我們要上下。我們現在已經在前往種智茶屋，然後這一段的話是4公里，爬升222公尺，他們的上的時間是66分鐘。你看日本人多精實啊，1小時要走4公里，接近4公里，就是吉田口登山的步道。看古代的人拿着那個金剛杵，還有斗帽、登山包，從這邊走。那有些人可以走大馬路啦，大馬路就不像登山的感覺。然後這條路跟各條大馬路原則上它是平行的，它就是路往這邊上去，然後我們的步道。這叫做水泥路，就是鋪裝步道。好，我們在這裡，我們要走這個就是比較一般的路道，需要時間。這邊是3.6K， 100分鐘到種智茶屋，這裡第2段到大石茶屋，最後到麻帆，然後再到母和木，所以這加起來時間是90分鐘、190分鐘、310分鐘。就是310分鐘是6個小時，沒有310分鐘哦，5個小時，好。
天啊！一般人去走富士山，怎麼會有這種路可以走？這麼漂亮，這太漂亮了吧？是不是？超漂亮的。好，在這裡走到這邊的時候就不要往前走了，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走，走上去。吉田口步道，這段10公里啊，上升222公尺。它其實走起來有點像在中府的林道，就是它有點緩緩上坡，就是說這個林道沒有崩塌，沒有細溝要過，然後路維持得很好。看這個林道就是這樣，看起來你是平的，實際上它是緩緩上坡，好直哦，好直，而且旁邊的樹很漂亮。跟那个路会跑出来一樣。哦，对啊。我們剛剛從這邊走出來，它那邊有寫吉田口遊步道，然後會過一個馬路，繼續往前走，還會再修一個吉田口。啊，其實我剛剛有口誤了，這段是3.6公里，然後他們的上河是寫走100分鐘。3.6公里100分鐘，其實還1個多小時是蠻夠的。那我們呢？走，我們要過第2個馬路了。然後這條就是一般人坐那個蘇巴魯上去的馬路。哎，在半個小時，在1公里1.1公里就到中之茶屋哎。哦，大概是7點。OK。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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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跟烏鴉對話嗎？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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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烏鴉的，因為烏鴉是智慧的象徵。太陽已經狠狠的照進樹林了，就在我的左側，漂亮了。从那個樹林透光出來，大家看一下哦，這都是路體哦，因為人的腳不是長這個形狀，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坐旁邊那個蘇巴魯的那個柏油路上車子上去，所以反而這條路都變成是路在走了，這是神奇啊！現在6點50分，我們來到跟那個上山馬路的第一個大交匯點，是中之茶屋。你看有人開車來這裡，旁邊是停車場，從這邊登山，少走這一段。中之茶屋在這裡，維護得很好哎。然後中之茶屋是以前爬富士山的第一個很重要的中繼站。那房子這麼新，就是後來再翻修的。富士山登山吉田山口，對，哦，早期的模樣，看，還畫江戶時期的時候，哇，然後這邊有一個實習生錄像，然後它這邊有一個茶府，然後這個是當年大概明治末年跟昭和初年100多年前的時候的長的模樣。中之茶屋那個時候就在這裡。中之茶屋這邊有個很指標性的松樹，茶屋旁邊，在這邊，在這邊，看，就這棵，哇，形狀都長得一模一樣哎，沒有變，還沒開沒關係。哦，它9點才開，9點才開，開到4點，它還是有叮鈴鈴，熊出沒。中之茶屋沒有開，我們只能吃自己的行動糧。這個行動糧就是我們在超市買的，好便宜哦，很便宜耶。
這很像那個飲料裡面那個爆爆球。不，我們吃建中剉冰的那個波波球，波波球的口感。补充热量，补充热量。Okinawa 的Okinawa。这邊下去浅間神社是60分鐘，因為下坡比較快。然後待會到五合目是8公里，還要3個小時，3小時40分，比較陡。對，現在如果7點加3小時40分是10點40。過了個冬至茶屋之後啊，這裡有一個標示線，我們從這邊走到富士山頂要14.4公里，上河時間是597分鐘，就算600分鐘好了，就是10個小時哦。如果現在走到富士山頂10個小時，就是下午5點哎，所以到山頂是10個小時可以走完。單攻啊，單攻。冬至茶屋往前走，要到大石茶屋，這段的路程是3.5公里，然後爬升是338公尺，所以聽起來會比剛剛陡。對，然後那邊其實不只是有大石茶屋，還有一個是大文師屋，聽說那邊是可以買水的，還有金剛杖。我們又來到另外一個車道了，從這邊過來，這邊有一個馬路，這有一個林道富士線起點，麻煩，繼續往上走。我們在這裡，距離大石茶屋海拔1300還要40分鐘，1.5公里；到麻煩25分鐘，1.5公里。所以到麻煩還有3公里。好，繼續走了。快到大石茶屋前，那竟然也可以養蜜蜂的蜜蜂場，很神奇耶！後面還有公共廁所。8點整，我們來到了一個疑似不知道有沒有到大石茶屋的地方，那有個停車場，又有廁所。我要尿尿，還蠻新的。剛剛那個廁所啊，流動廁所裡面竟然有。它是有馬桶的，以外它還有感應式的沖水，那還有芳香劑，那還有洗手，那還有酒精擦拭的。哦，现在來到麻煩，我要跟各位說，為什麼這邊叫麻煩？以前呢，富士山這邊要上山的話，從山下剛剛我們的神社是可以坐馬到這裡來的，但它最後也只能夠到這裡來，就等於是古代的接駁車的概念哦，古代的邯鄲或古代的就是白姑大山接駁車的概念。我們在麻煩這裡的大文思茶屋稍作休息，然後這是我的紅豆麵包。我們剛剛在民宿吃早餐啊，早餐，然後現在是早餐，現在是8點整。我們這邊吃早餐吃到一半，老闆就來開了，他正在營業，正在開店當中。我們有看到那個金剛杖，我賣水，賣啤酒，賣茶，现在開始要出發，現在是8點35分。我們剛休息很久，在那個大文師屋買到了金剛杖，然後上面有我們拿到的第一個烙印、燒印。然後這個地方就是麻煩之後的第一個登山口的那個石鳥居，兩邊會有2個猴子。那2個猴子呢？據說富士山不是一開始就存在，它是一夕之間從地底下噴出來的，才形成富士山。那年剛好是金猴年，所以我們認為猴子就是富士山的守護神。很多人其實是開車到麻煩這邊開始走，然後這個是古早時期畫的，哇，好細緻哦。
那邊上去，我們就走這個路，看一下啊。然後這個就是富士山汽所，這個已經是有很久的歷史了耶。哦，以前這邊是有遺跡的，現在沒有了。這以前是富士山汽所。好，這邊繼續走，到富士山頂還有10.4公里。啊，準備邁向一合目了。哇，比剛剛多了一點坡度。也是走在樹林裡面，漂亮啊！我們從麻反上來，看到好多這種哦，就是一格是石頭，一格是这個，啊，它上面是空的。知道這個是什麼嗎？知道的話可以告訴我們嗎？留言告訴我們，我們很感謝，因為好多哦。這邊從麻反到一合目啊，大概是走15分鐘就可以到。哦，真的耶，到了。我們走9分鐘多就到，從那個麻反到一合目了。標高1520。剛剛一合目那邊本來會有一個木造房子，叫做林園社。它是在1840年那時候有改建，那它最早的遺址是更久以前，所以你会看到那邊有很多石碑，它石頭的那個柱子啊，石碑那個是更早，很久，久到我忘記是什麼時候了。我沒有辦法背這麼多東西，大家饒過我吧。現在是一合目往二合目的路上，算蠻好走的，有一點點微陡。然後我補充一下，剛剛的林園墓是在16世紀就蓋了東西的遺址，然後裡面當時供奉的是大日如來。一合目走到二合目腳程，他們的上合是30分鐘，所以是刚剛麻反到一合目的2倍。你知道嗎？其實走在這種路線上啊，我們走的其實不是爬山，我們走的是歷史，走的是一種浪漫的情懷。好像是二合目哎，我們好像來到一個疑似多加屯之門的地方，像不像？有這種象徵的。旁邊有一個破碎的倒塌的房子。好，我們大概花了23分鐘，一合目到二合目，到啦。這裡有一個神社哎，鳥居啊。從二合目到3合目就比較快一點點，20分鐘就可以到了。這叫做玉氏淺間橋，因為剛剛那個小廟就是叫做富士的玉氏淺間神社，所以看起來這個是這個二合目的是跟皇室有關的。2到3中間就是會有一段階梯比較陡。我們剛剛上來到這邊，原來車輛是可以開到這邊來的，前面這邊又有很乾淨的廁所。然後我們在想說這個功能是什麼？如果我跟粉羊在想，如果遇到熊的話，你可以跟熊這邊玩躲貓，就它要衝過來抓你的時候，你就轉到某個後面，它就沒辦法從它繞過去抓你。然後它繞過去的時候，你就再躲過去，說：“哎，我進來了，我出去了，我進來了，我出去了。”目前還有8.7公里，7個小時就可以到山頂。一路上一直看到這個，會讓我想到我們家附近那個綜合環狀線的指標。哎，こんにちは。我們這裡是有什麼 Y 什麼線，黃色的。到富士山頂還有8.5K。好，繼續走。
現在我們到三合目了，在9點47分。這邊有一個以前是建琴茶屋哦，明治末年到昭和初，三軒茶屋哦。到大黑天四合目是20分鐘，然後走到這裡就有展望點了。我們已經來到了海拔1840，然後這裡是看得到河口湖的哦。这今天稍微有點霧，慢慢給大家看一下放大的功能。很清楚看到那個橋。对啊，然後那個就是河口湖。河口湖大橋。看過來之後，可是會是有片綠綠。對。河口湖大橋，清楚哎。以前大家都在三合目這邊走到這邊吃中餐，所以以前這邊蓋了3間茶屋，所以現場也可以看得到有些遺址。這一塊就是一個遺址，一個茶屋。然後那邊有一塊，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所以大家會在這邊吃午餐休息。現在9點54分，繼續起燈。三合目海拔1840，快要越來越接近2000了。三合目到四合目，他們的上合時間是25分鐘。四合目就叫做大黑天。Daikoku Ten， 待會上去會到四合五勺，15分鐘，然後到佐藤小屋交50分鐘。四合目這裡啊，以前是有一個大黑小屋，然後後面有個遺址，這就是這邊當時的山屋，現在已經沒有了，拆掉了。那我們整這邊拍照了。四合目到五合目中間還有一個中繼點，叫做四合五勺，那它就是等於是4.5的站。終於有一個比較像台灣百岳的地形，聽說這段路應該是15分鐘可以到。我們來到了四合五勺，這是 Fuji Trade 4.5 Station。哇，這個規模很大哎！以前這邊是也有一個烧印所，讓你休息。剛過來這邊大概真的10幾分鐘就到。我這邊是有一個神社的，叫做石淺間神社，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神社，還是它在裡面進不去。好像進不去耶。哦，再來就很陡了哦，這個就是要到五合目比較陡的，因為五合目是2300嘛，那這邊才海拔是20多。我說我是老仙咯。現在10點55分，我們來到了五合目中宮這邊。它原來我們還有一個中宮啊，然後再到佐藤小屋五合目，我們要吃飯的地方還有20分鐘。對，這是我古代的畫像，江戶時期畫的畫像。對啊，繼續走了。我們走了現在15公里啊，爬升大概是1400多。快1500了，因為又有一個五合目的三小屋。塔巴口是什麼？稻荷之前，富士手稻荷之前是不是？小屋長這樣。這可以住人嗎？再上來一點，洞小屋就有一個洞神社，
棟小屋。這邊以前有個一棟小屋。啊？我们刚刚有听到巴士開過去的聲音了，前面應該就是會有經過那個蘇巴魯的公路吧。所以到富士山頂剩下6.4公里耶，12.2公里。哇，所以我們走12公里上來了。不止啦，因為我們還有加金鳥居。哦，它這是從吉田口那個地方算的，所以要走一段柏油路了。聽起來是。哦，有個神社。走那段柏油路，然後再切上來，這邊就是很漂亮的路徑誒。聽說佐藤小屋是一整年365天都有開的哦。對，因為平常就算下雪，也是冬季也是有人會來爬這裡。對，爬到2200的時候又接回去馬路了。好像看到山屋。上面嗎？好，繼續往前走。有沒？啊。先拍五合目。好啊，這邊就是五合目的標高2305。各位觀眾，我們來到佐藤小屋了，現在時間是11點16分。哎，こんにちは。這就是這邊那個很指標性的山屋，這邊有廁所，哦，還有車可以開到這邊來。Lunch， 我們在佐藤小屋了，這個可是大補給啊，聽說山上更貴，所以我們趕快先買起來。是阿薩你是吃飯要喝的。我們應該是第一組吧，所以他剛剛才把那個價目表做出來。有麥克必斯啤酒，不會貴，600。對，在山上這算便宜了。這是它的價目表。布丁，不知道布丁會不會很厲害？晚餐我是吃布丁跟咖啡，那邊是吃锅燒麵，锅燒烏龍。哦，對不起，鍋燒烏龍麵。哇，看起來，你的看起來很豐富哎，就跟昨天的一樣。那我跟你說，因為我猜他會吃不完，所以呢，我就沒有點太多東西，對不對？不對。經過佐藤小屋之後，就是要邁向一般人會走的那個吉田路線。你看那邊，這邊很多人，在上面那邊那條路。對，我們是這邊上去，然後他們是，你看這邊五合目停車場走過去1.4公里，那他們會從那邊停車場再走這個過來，那我們直接從這邊上去。我們是直接上去。對，這裡啊，富士山頂還有6公里。哦，對。過來啊，再下去。我想說，走那麼陡，你就不用登山杖。感覺對了，我要出發。不要給你登山杖。所以我們上了一下，就看到吉田口6合目了。這邊是李建平新官莊。有 ice cream 哎！我幫你拿，你幫我拿。好，新就，這裡也有吃的耶，好像不是。我也要吃。
像不錯，而且比较便宜，1300。这个烙印一次300塊，那直接給他現金，所以這邊要準備很多現金啊。這是六合木唯一一間烙印所，所以走一般的傳統路線的人是不會過來這裡的。這邊叫做可以明顯感覺到腳底下踩的是那種火山凝結而成的沙石，大一點的話會是紅色的或黑色的，小一點的話就是泥，那顆粒感在鞋底感覺很明顯。中間會經過一個5合5勺，高海拔是2295。哦，這邊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和尚的感覺。肉肉看。好。刚剛的5合5勺那邊的海拔是2295，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高度在2300以上了，代表我們現在大概在爬大概700多公尺，這應該就到今天的目的地蓬萊館8合目。剛剛12點半12點40分的時候就定鬧鐘，然後因為我們是2天後長榮的班機，12點40分，48小時前可以報到花位。我們來的時候就是因為太晚花位，座位超級差的，然後又不能改。這次終於讓我們畫到了窗口，而且有機會飛的時候，回程的時候看到富士山。天哪，這太多人了吧？對啊，真的好多人哦，有點不習慣，因為我們剛剛路上大概就遇到3到4組登山客，這真的好多人、哦。這邊大概就是帶團的，真的好多人。對。啊，這是富士山的風光。前面我記得應該是有一個那叫什麼警察，這是他那個算是富士山保安的那個單位，然後上面就是看無限的之字路，很多人走到這邊看到是6合目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很好走，因為他走過來是緩平的，6、7、8好像快到了。對，但實際上6到7是很陡的，到7到8也是很陡的。找誰？手環。哦，繳錢啊！可是因為我們從山下來沒有經過正規的那個登山口，所以遇到這個工作人員就是去補繳4000塊的登山入山費。剛剛繳完錢了，然後呢會拿到一個這個牌子，然後這邊可以刷卡。然後他會給你一個這個，就是你要掛在明顯的地方，他就知道說你有繳過這4000塊了。這個其實也蠻好看的。我們的吊飾越掛越多。你看我的吊飾是有這個龍珠的，龍珠吊飾，現在加上這個劍角掛飾，往上走，哇，真的是滿滿的。天哪，賽車哎！資質人龍啊，是蠻花腳力的。這邊就有分流，左邊這個是下山的路線，右邊這就是純上山的。這個自治路很明顯的比山下那個5合目以下還要再陡一點，然後這邊的腳下的沙礫也比較滑，所以你很難像是踩到一個很硬的石頭這樣子走。我還在適應這裡的地形，但是目前速度大概是1小時可以走2公里的配速在走。有時候爬山就遇到很大一群的，大概有100多人哦，搞不好超過他們就很像是在跑馬拉松的時候，你從7點開始出發。然後就一直超，
超車，然後超過很大群之後，就會比較好走，走起來就比較順。这邊已經有看到一個商務了，應該是七合木的哦，七合木的商務。快要到七合木的時候，這邊就不會塞了，這樣待會去山屋做燒印才不會跟他們擠在一起。這段是上了七合木比較難走的地形，上面就有山屋了，踩起來比較有施力點。哇，現在雾散了，哇，這字字人偶真的是很清楚哎。七合木花小屋，哈娜郭亞花劍的燒印是现在是这个很可愛的這個，它之前有不動明王是它的招牌，後面這用這個，這是什麼熊嗎？招福，這是第一站。啊，這邊有賣吃的，啊，冰淇淋，邊等可以邊吃冰淇淋。是我們在花小屋的燒印，有不動明王跟那個很可愛的招福 Q 哦。啊，我們這邊等吃冰淇淋。哦，這個冰淇淋不便宜哦，一隻要1000元，1000，一隻1000元。同學們吃冰淇淋啊，在富士山的冰淇淋會不會不一樣呢？會1000塊錢冰淇淋。北海道的，好綿哦。富士山的特色就是一直塞車。我們剛剛為了吃冰淇淋，就又被這個大團的給迎接趕上了。那個18烈風的惡魔又出現了。在富士山的七合木現在有一點點白天透出來，繼續卡關啊！這邊是千岩館，卡媽千岩館，千岩館的烙印有4個，富士山的那個新昌山的，然後還有它的那個動物羊嘛，還有富士會，哇，漂亮哦！在這裡，把你踩進去就好了。目前覺得千岩館的那個燒印最漂亮，有藍天跑出來。天氣好像變好一點點，就是有陽光透出來。剛路過了富士一館，我們沒有停，然後就想說要超車一個旅行團。火江熔岩硬調的路反而比較好走，因為它的那個踩點比較明顯，然後很硬。2點45分到鳥居莊，那是本七合木。走，本七合木海拔已經2900了。這是什麼？長什麼樣子？要留一點空間。什麼東西？哦，這是什麼？哦，鳥居的哦。多少錢？Show break, okay. You can start. You go. Show break. 剛剛那個
陡坡，我們應該是來到了契合木最漂亮的東洋馆啊！大对，東洋馆好新哦！我本來是要訂這間的，它有個別的房間。哇，上去那個很高的應該就是八合目了。哦，應該是吧？就這一段。哇，這拍得到紅土哎，就是我們在山下看到那個紅土。對。公務車過來送物資用的。っていうかさ、坂みたいな。從東洋館上來也是一個考驗。太陽一度出來，感覺天氣要變好，感覺。天氣不錯哎。前往八合目的路上了，這個天空開了，白雲啊，這是白雲啊，不是白牆，對不對？很漂亮哎，這好像雲海哦，很高的雲海。現在山下一定覺得我們是被雲包圍住，沒有錯。就是走這個紅色的火山岩路，很硬。其實走起來很像陽明山的那個三進三出的階梯的感覺。你只要找到對的踩點，它就是個很硬的階梯。哇，好漂亮，紅土啊！沒想到它就是在紅土這邊。聽眾，我們快要抵達蓬萊館了，這是我們的今天要住的地方。八合目到了，這海拔是3020，太子館線到了。3001，八合目的太子館。右轉。朝另外一個那大陸那邊。哦，然後下山從那邊。太子館下個就是蓬萊館了。我們現在3點18分，從太子館走上去。那個應該就是蓬萊館，然後更上面那個很上面那個就是應該就是玉來宮吧，九合目。今天的行程終於要告一段落，體感啊是因為走很久，但是走很久的一點點疲憊感，但我覺得可能速度沒有特別快，所以我覺得。像我們之前爬那個什麼松鶴上8仙哦，6小時內爬完，6個半小時，我覺得好像比這個累。現在3點24分，我們到了我們要住的蓬萊館，比我們預計快了快半個小時多。這是我們的房間，有窗戶的隔間。待會吃飯在外面，然後我們在上面，好，走上去。哎，那個窗戶外面是有景的，藍天大景，然後有充電呢，然後是背包放在上面。
來觀真太讚了，還有充電，然後後面還有 view 大景，那你上來的。什麼那裡？是很多地方充電，商務充電的地方要花錢的。在這邊很多商務，你說要充電，你要得把手機放在外面，充電器放在外面，然後充電，你也不能邊用手機這樣子，在這裡可以直接用手機，讚啊！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No. 那筷子啊，示范区啊，睡着了，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就上這個糖粉腸，你快不行了。现在2點18分，我們準備要上爬。我們覺得好像上山不用那麼久，雖然要塞車，可是反正大家都會塞在那邊嘛。那這一段呢就沒有人擠人，前面這段就可以走得比較順一點。上面就是9合5勺。在2點40分我买感覺好像這個腹地蠻大的，可以貼很多人。這裡有個鳥居哎，應該是元祖寺哦。啊，3250。繼續往上走，這邊還蠻密集的。到富士山是1.4，那爬82分鐘，那代表很陡哦。這看起來蠻別致哎，這樣子。看一下山下的人龍。再来就是到8合5勺玉來光的路上了，已經有月亮。3點31分，來到了大名鼎鼎的玉來光，這邊就8合5勺，就是一直到8.5的合目，3450公尺，我們已經爬升300了，那花了1小時13分。大家看一下哦，這邊的要上去的路啊，不好走，是因為它不像昨天6合目上到8合目那種岩石，那種火山熔岩結成塊，然後粘着在地上，所以它踩的時候是硬的，你可以直接推蹬上去。那這邊的岩石这都是鬆的一塊。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它會有一個沒有支撐你的腳，
腳底出力的狀況。對，然後另外在比較大的考驗就是風蠻大的，這邊的風比較大，所以 Gore-Tex 呢會盡量穿不要太薄的。對，我剛剛本來還有穿羽絨，但羽絨太熱了，我就把它給脫掉。來到了和木這邊的鳥居了，距離山頂還有100多公尺，180吧。4點33分，看得到死河木了，看得到山中湖跟河口湖。这個是傳說中的闖玉來宮的那個超級大人龍，在我身後就是飛機線，還有山中湖，那你可以在4點40分可以看到。4點53分結束，那個就是死河木那邊的鳥居跟石獅子，很多人剛到都會在那邊停留拍照，然後會造成後面的人塞車。其實要下山的時候再來拍就可以了。這邊是東邊水逆光，可以看到漂亮的湖中倒影，又越過14只了。张本长，张本长，4點45分抵達了山頂了，然後我要找個好的地方拍攝日出。好亂，到處都是。我们现在来巡播啦，左須走下山步道。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的火山口了。哇，到這裡都可以。巡播是我們這邊的，沒有都可以，但是就是逆時針是吧？順時針是這樣的，要去逆時針，對，沒有都可以，哪一個要讓你到那個山口然後可以找一巡播的地圖，它已經在這裡了。這須走的，然後走過去，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山叫白山岳，過去到
劍峰3776，然后过来繞一圈下山，然後下山應該是在這邊，我們是要走哪裡啊？須走，須走跟那個須走跟幾點下山是一樣的。那就是富士303號。那個好像是這邊燒印的。这最后一站。就是在巡坡的路上，我们这次是采逆时鐘巡坡。台灣也有火山口，像大屯文山、小觀音山那個就是一個火山口，因為沒有下雪啊，都是長出綠葉。那這個就是很純粹的火山沙粒，對，很漂亮，壯觀。那個是被太陽照映的影子。这是另外一個湖欸。我记得刚刚在6點的時候來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最好拍影富士的地方，在富士山的火山口西側，然後而且你來的時間要非常好，因為你來的太早，那個太陽很低，影富士的話會很模糊，然後如果來的太晚，它的影富士就會很短。那現在剛好沒有雲層擋住，所以它照映的影富士那個看那個線條超明顯的，就是一個三角形富士山的形狀。天啊！来，前面就是劍峰了，富士山的最高的地方3776，然後走到這個地方就是富士山的火山口西側，就可以看到在日出的時候看到影富士。知道現在最遠的距離是什麼嗎？就是我們到劍峰這邊的距離，因為他們拍三角點要拍照，要排隊。對啊，我跟你講，這些人如果要去劍峰的話，我們就要超車。我們現在來到了除了拍日出以外最難的地形，就是要排劍峰。這邊就是日本的富士山上還有一個最高的三角點，就是劍峰。前面就是三角點了，然後這個地方看火山口最壯觀。剛剛就是這樣巡坡，巡了一半了。好，快要輪到我們了，我們排了好久，排了大概半個小時這樣。然後前面這個就是那個日本最高峰富士山劍峰。是這邊呢？快到了。
哇，天空好藍哦。這段滑坡其實是有點不好走，它會滑，所以盡量找那個土壤有凹凸不平的地方走，會比較好走。那我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其實很快，超快的。是真慢是慢在先鋒的排隊太慢了。然後我们剛剛在先鋒上是里面有一個人，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人來。那我們就跟他說，可以一起幫忙嗎？幫你拍，然後你幫我們照。這是一個合作無間的台資合作。那寄給誰的啊？可累了，多畫一只可愛的小貓咪哦。好，加油，去我，去我。对啊，富士山的最高演出。好，你都这样子。乱念。老板，肉。我们要下山了，我要下山了哦。下山这条路很好走，但是我们要先去庙庙。刚刚邮局那邊是富士宮的下山的路，然後這邊是要往那個須走跟吉田下山的路的地方。那因為我們剛剛是從那邊開始逆時鐘巡播的，所以也要從這邊回去到那邊才算是正式的巡播完一圈。日本的苦行僧就是要穿着草鞋，拿着金剛杖，背着他們的包包來這邊巡播。他們就叫這個叫做六根清淨。他們的六根清淨跟我們的六根清淨是不一樣的。那六根是指說我們人類是會有五覺嗎？就是視覺、嗅覺、聽覺，還有那個味覺等等的。那他們會想求這第六覺，就是一種心靈的，就是像如果你有看那個《聖鬥士星矢》，他們就會講說到。小宇宙爆發是必須要觸動你的靈魂的第六感。那他們就在講說，更心靈更大的提升，就是那個第六感。然後，因為我們住在一般的城市喧囂，其實我們會麻痹我們的六感。那來走一趟富士山，就是要讓你的這些六感做一個清淨的動作。就在眼前的山中湖。对啊，我覺得這個好漂亮哦，這個雲後面的山，我剛剛有特別拍。好漂亮哦，這是山中湖。我覺得這樣的山最美，好像那個就是浮世繪的這些很高的水畫，就看得到雪哦跟那個吉田的那些下山的整個感覺。你知道嗎？富士山是日本的三大靈山，就是三大靈山之首，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來富士山頂一趟了。時間不趕的話，其實是可以慢慢的上至日本的最高峰。好了，我们来尿尿是300元，是7点50分。是須走跟吉田的下山的路線，然後一般下山的話，大概3小時到3個半小時。它下降的高度是1400多公尺，所以我看一下我們大概會下多久。趙文堂跑起来了，萌萌跑起來，萌萌跑起來。萌萌站起来！有一個告示牌，就是跟你說，在下面有50公尺就是一個分岔路，一個是吉田的下山的路，一個是須走到須走五合目的下山的路，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人會走錯。我們在那個北口本宮顶尖神社有拿一個就是富士山的導覽，它裡面其實有每個區段地圖的導覽，很清楚，非常清楚，時間什麼都有，連公車富士回遊的時間都有，所以照那個看是最清楚的。好，這邊走，吉田口，等一下。蘇巴魯的5.7，這間就是在須走跟吉田的中間的一個叫做下江戶，聽說比較好訂一點。如果大家是走吉田路線的話，訂不到的話，現在也可以訂這個，因為這個就在旁邊就是吉田了。如果你真的搶不到山屋，其實你就是選這個，對，它被歸類在須走，可是對。它沒有在歸類在吉田，它是吉田上，但它其實就在吉田跟須走中間。然後你看一下哦，它還是有標示2個下山的，一個是到那個蘇巴魯的那個五合目5.7K， 然後吉田口就是我們昨天來的那個吉田口17.4K， 然後須走是4.3K。嘿，好，走。哦，今天的天空很漂亮。這個方向剛好正對就是河口湖，然後那個就是山中湖。有橋的就是河口湖啊，山中湖就是我們那天拍那個啊，那個有兩個地方可以拍的景點。現在下山路，然後我們已經走了1個小時整，大概從下登山口那個富士山的山谷。到這裡大概是6到9，海拔1700了，下降。因為這400下降啊，到那個六合目那邊會比較緩，它會繞一大圈。因為六合目那邊是有那個馬可以坐的，對，那馬就不太適合走這種路，所以它會設計一個就是有點像是腰繞的感覺。所以我們現在剩400公尺就到蘇巴魯的登山口，加油！已經下降1000了，哦，1個小時下降1000，給落石，有發生落石的時候讓人家走的。就代表上面那一段是很容易有大小顆的石頭掉下來啊！我看到那個馬匹了，
就讓人家坐馬的地方，六合木讓人家坐馬的地方，快到了。那個坐馬的代價好像是2萬塊日幣，比山屋還要貴。這邊其實距離登山口大概只要再下160左右，代價是2萬塊。我們已經來到六合木，快要到五合木了，這時候就要來一首百岳情歌了。人路越必須釋放，人呢對你懂嗎？這風浪我看會都有看法，紅的有的也不怕，怎麼這種變化？釜山群眾感天想借你回答，原諒我不再說話，傷口仍要夾吧，花瓣裡要生淚更藏在海底。人流年費我不嫁，彼此風雨呼怕，一生一世等樣，很需要大家。誰都記得那雙手後擁抱熱戀，讓你擁有，要擁有必先都失去將接受。能源的失控路由，為何會忽視旅遊？這輪澎湃要富士山石油，不怕被朋友那些事來自海頭，時間裡找不到他應付任務。就這樣發展石頭，但願你投下別投中。我從不罕有，往街裡要個一早，我變化忽悠。其實生命是注定我要唱這首歌的，因為在大概07、08年的時候，陳奕迅出這首歌。然後我就覺得說，我這輩子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到富士山。如果到富士山，我一定要唱這首歌。但是當時的我完全不會沒有在運動，也沒有爬山。沒想到過了10幾年，快20年的我，終究還是來到這裡了。你知道嗎？富士山以前是日本的最高山嘛，曾經到現在是最高山，但中間有一度被超越，因为他統治台灣的時候呢，發現台灣的玉山更高，所以台灣的玉山叫做新高山。那我今天身上這件就是那個 Sensor 的美麗洛陽毛衣，它就是今年的新款，它就是玉山，我特別穿了玉山來，標高3952。我今天是個走過玉山又走過那個富士山的人了，但因為現在台灣已經不是日本的國土了，但是所以走過這2座山呢，就會有錢。為什麼？因為富士山加玉山就是富裕，不好，可以嗎？這樣有商機嗎？我們在9點17分來到我們昨天就是從那個一合目上來要收錢那個地方，這邊就是一個岔路，一個是往五合目苏巴魯的路，然後一個就是往下是走那個我們昨天走的傳統路線。一般人從苏巴魯這邊上來都是會走這一段，這是我們第一次走。康東或休息可能會死路或遭遇落石，非常危險。有山道和山道的岔路很長，每個山道你需要學它去找它，這是它的。7田五合目巴士是往這邊0.9K， 還有1公里。難怪我想說已經下降到低於2300了，原來是還有一個爬坡啊！這是個靈魂考驗的爬坡，還好吧？你們這樣子的，還是因為背包關係？對，沒那麼重。現在9點40分，我們大概下山的時候是
7點50分，我們走了1個小時50分，從山頂到苏巴路這個檢查的登山口。Step out, love is growing deeper. Let the brighter days begin. Every time 我回到人间了，现在在河口站，这台车大概从9點14幾分發車，現在10點39，所以大概開到富士山站大概要59分鐘吧，就是下山的接駁方式。很累啊！沒想到我們在富士山的周圍，竟然過了5天4夜，然後我們準備要離開富士山站了，待會要搭富士回遊回新宿。我們有先買票，對，富士回遊最早的回去的那班就是2點16分這一班，這是有指定席的，車票價大概是4070塊，看起來很輕誒。要搞定富士山的，所以容易看不到它了。是在做每一天清楚看到。まもなく下吉田に到着いたし、お降りのお客様はお忘れ物のないようお支度ください。下吉田の駅は古文化財団前に停車いたします。